好，各位买好，我是抖买买，我的 ES8提车1个多星期了，我开了已经有1000多公里了。我想照例呢做一期视频来跟大家聊一聊这台 ES8在我手上的一些优点啊和一些缺点。这其实是一个有趣的事儿啊，因为你知道买喜欢的车，基本上我都会去参加一些媒体试驾会，媒体试驾会的时候都会给你一些试驾车，但是媒体的试驾活动嘛，大家都知道，基本上就是1-2天时间，非常短的时间里头，你就要开车、拍视频，还要出内容，所以有一些体会显然是不够深刻的。这也是我一直认为，要想长期的去感受到一款车的好，你必须得把它买回家。你买回家之后呢，你就可以长期的去跟这台车相处，它的点点滴滴、它的细节你都能知道。你成为它的车主之后，你就能更加的理解、更加的认同这个品牌。加上呢，本身我也有家庭出游的需求，所以呢，这台 ES8我就把它提回来了。那我对这台 ES8定位呢，就是家庭出行一起使用。那换电呢，可以让我保持长途出行中的优雅。那就算呢充电桩不排队吧，你得下车吧，你得扫码吧，你得充吧。那再快的充电桩，你整个一个充电没有半个小时，没有40分钟还是搞不定的，哪有3分钟换电那么爽呢？对不对？真正能跟未来去比高速出行便利性的只有加油。但是呢，想做到 ES8这样动力性、这样开起来舒适性的燃油车，你最起码得 V8，甚至说得 W12的排量了。加油费其实并不是什么大问题啊，重要的是这些 V8、这些 W12的车，它压根儿不会有像蔚来 NOP Plus 这么好用的高速辅助系统你跑高速公路，你没有好的辅助驾驶系统，搁10年前也许我可以用，现在是绝对不可能的，这真的是用过都回不去。所以呢，我目前呢有2台蔚来的，一台呢 ET5，那个是我自己一个人开那个 ET5的调教，就不管是加速踏板的灵敏性，它的动力曲线，对吧？甚至说这个转向，这个我可以说它是跟随灵魂的转向吧，亦或是呢，好像要不了多久，他们就会推一个特殊的模式，在那种驾驶模式下呢，在一些状态下允许后轮有一些轻微的滑动。开始 push 吧，做好。3、2、1，顶。反打，对，拉直，可以，对，大概就是这种。有感觉，有感觉。这些东西呢，对于这种热爱驾驶的人来说都会喜欢，所以 ET5 加 ES8双持，我觉得可能对于我来说是比较适合的一个搭配啊。那这一视频呢，我就想来跟大家聊一聊 ES8成为车主之后，你更加知道或者说更加理解的10个优点以及10个缺点吧。说起来挺多的哈，咱们来慢慢来吧。其实呢 ，ES8在上市之后呢，就有一些品牌就非要去踩蔚来一下，然后弄一些对比图什么的。然后呢，蔚来这一次也终于没有佛系了，他们列了很多对比，列完很多对比之后，我才知道原来蔚来在很多你看不见的地方用料都做得这么好。首先，我觉得成为车主之后，你更能深刻理解到就是 ES8用料。你一打开车门，你能看到的是大面积的不修面的纳帕真皮其实说实话，之前我是不懂什么叫修面的，后来我知道，就是一大块皮来了之后嘛。那个皮上会有一些瑕疵，对吧？你把它修整好之后，那些的皮呢就是便宜的。如果呢那一块皮你专门挑它没有瑕疵的部分，那皮的可用性不就少了吗？那整个皮的成本就贵了。那蔚来选择就是这种不修面、没有瑕疵的这个皮来制作自己的座椅，而且呢，整个蔚来的纳帕皮的覆盖面积特别大，什么座椅的包覆面呀、扶手甚至说3排的扶手、门板的扶手，这些你能接触到的地方，大面积的全都是纳帕真皮。那有一些品牌它也会称自己的车使用了纳帕真皮，但它可能只使用座椅上那么一小块甚至说座椅的靠背使用了，座椅的屁股垫就不使用了。就这种做法呢，其实在某一些品牌上它为了省钱嘛，这样它也可以称自己是纳帕真皮。所以同样是纳帕，这个区别还是蛮大的。而且等你真正把 ES8提回来，你安稳的坐在车里的时候，你的目之所及，你的触感都被这种真皮所包裹的时候，你还是会觉得有那么一点不一样的。当然了，对于我来讲，我现在对真皮这个东西已经处于一种中立，然后偏往下走的一个态度了。因为我个人其实对于 Hypertex 就未来那种仿皮材质，我觉得非常好。Hypertex 有非常多的优点，就是它不需要打理，它的质感也不错，它的手感也很棒。但是呢，就是你买了一台50万的车了，对吧？尤其是这个纳帕，它是免费的，那对不对？就你不选，你总觉得少了一点什么。所以本来我是坚定的认为是要 Hypertex 的，但是后来不是搞了一次上市前的时候说把所有的纳帕也都给它免费了嘛？你当然可以选 Hypertex， 但是免费你不选就觉得差了点意思。而且车嘛，以后总归是要卖二手的。总之呢，未来在整个车内大面积的使用这种纳帕的真皮，让我觉得这个车的豪华程度、这种舒适感上还是挺棒的。
那便宜的车呢会用一些浮动卡钳，那贵的车呢就会用定钳。这个定钳跟动钳的区别是什么样的？大家看一个动画，一看就懂。那未来呢，这一次在定钳的基础上，它选用了6活塞的定钳，所以它那个卡钳上有1、2、3个圆，对不对？3个圆两边不是对称的嘛，所以总共就是6个活塞。而且呢 ，ES8 这一次的6活塞定钳是一体铸造的。那整个未来这次的6活塞卡钳，它的油管走的是里面的，走的是卡钳内部走的。这样子的话，对于整个卡钳的设计制造难度就增加了。首先是卡钳本身要一体铸造，增加自己的结构强度，然后要通过一些比较复杂的技术把油管在里面给它开出来。好处就是强度高，缺点呢就是难度大，相对来说会贵一些。同时呢，本次 ES8 还配备的是打孔刹车盘，这个东西呢，我们一般会在一些运动车型上去见到啊，因为这个打孔刹车盘的制动效果会好一些，就是比较容易散热，但是呢，它有孔了之后，它比较容易产生一些噪音，所以你车本身需要有更好的 NVH 能力去避免这个事儿。所以未来这一次刹车选得很棒啊，然后连续制动10次，那个未来敢给出一个连续10次制动的平均成绩。而有一些品牌很大的车，它会使用浮动卡钳，往往他们的一些评测中会给出一个叫最好成绩，就是我测10次嘛，浮动卡钳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衰减，所以给一个最好成绩。大家都能看到刹车距离好像差不多，但其实等到你高强度的使用的时候，这两个差别嘿嘿还是挺大的。然后用定钳好像也是未来的一些习惯了，比如29.8万起步的 ET5 吧，它也是一个定钳啊，只不过它是4活塞。然后 ET5 的那个卡钳你就能看到它的油管是在外面的，对不对？所以呢，就还是有一些成本的区别。但即使 ET5 这么便宜的车，必须要做一些成本上的考量的时候，它也会用定钳而不会用浮动卡钳。所以呢，未来在这些你不太容易看得到，或者真正很关乎你安全的地方，是很用心的。第3点呢，我就想说 ES8 的 NVH 太棒了啊！就是这个车的静音效果有多好呢？就是以前我认为未来最好的静音效果的车是 ET7，现在我觉得其实是 ES8。Hi Nomi， 在呢。关闭全车座椅通风。OK， 关了。我这个麦克风还是很敏感的啊，我们来听一听这个车的隔音到底有多好。那我现在把这边的车窗打开，我只开一个车窗。听到了吗？外面的声音其实是那个风力发电机的声音，呼呼的。关上，然后我再把空调打开。听到了吗？就 ES8 的隔音真的是绝了。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吧，就是这个车在开门跟关门是2个世界，在开窗跟关窗也是2个世界。官方给了一些数字，比如说在80公里、在120公里的时候，它的噪音怎么样？我觉得这种东西不直观，我给一点简单的参照吧。ES8 你的主观效果就是你开到90的时候，跟一些车型开到60的时候感觉是一样的。你开到130的时候，你会觉得可能这台车才100公里每小时，就这个静音效果真的特别棒。这种东西可能你在试驾会中都很难体验到，因为试驾不会让你把车开得特别快嘛，对吧？可能要成为车友之后你才会知道。那第4点呢，我想聊一聊 ES8 的灯。那未来呢，可能是电车里面的灯厂吧。这个灯厂的意思倒不是说它走灯的花哨路线啊，我觉得未来现在选择走的是一条软硬结合的压制路线。就你拿着你的车钥匙靠近车上的时候，首先车的尾灯会弥散打开，然后接近车的时候，车的门把手会主动弹开，你手碰上门把手，它因为它是电容感应的，不需要整个拉开车门，整个车门就会轻微的弹开一点，整个仪式感做得很充足，对吧？而且这种东西在 iPhone 上已经做得非常好了。我现在出门就不带，除了要洗车店去洗车，我会带物理钥匙，其他情况下我都不带物理钥匙，跟 iPhone 结合的挺好的。那9月份的时候，传说中 Neo Phone 也要上市了，我想看一看他们跟 Neo Phone 的结合会不会做出更多的玩法。未来的前灯呢，使用的是多光束大灯，这个大灯中有100个独立的点阵，然后是使用激光雷达才引导的。ES8 是这个灯 ，EC7 是这个灯 ，ES6 也是这个灯，它是标配，不需要额外选配的。它有什么好处呢？比如说你在漆黑的高速公路上，这个车呢靠激光雷达去识别路面的一些状况，识别完了之后，它就知道你前方有车。
它就会让这个大灯不照亮你前方的车，同时把道路的侧面给它照亮。这种就比你单独的手动去切换远近光灯要高效得多，可以一直保持你视野中尽可能的明亮。那还有同学说，这种功能好像也不是什么新鲜功能啊，奥迪啊，好像好多年前就有了，大众呢，甚至一些很便宜的车都有。对，他们有类似功能的产品，区别在哪？首先第一个，他们的独立点阵可能没有蔚来这么多，蔚来有100个像素点，这是其一。其二，他们没有激光雷达去引导，他们往往使用一些相对比较简陋的方式，有的呢是靠车大灯上的一些反射去判断需不需要让自己的那个灯点亮，有的呢是靠前方一个低像素的，比如30万的高清摄像头，那整个他们的灯能所启用的条件跟蔚来这种所能覆盖的条件就差别非常大。这样的大灯呢，给了你跑夜路极好的安全感。然后顺便说一句，蔚来的防眩目是左右两侧后视镜都有的。聊这个其实也挺奇怪的，我一直以为车超过20万了就不需要去聊什么自动防眩目了吧？结果前一阵子我发现有些卖50万左右的车，它竟然不做左右两侧的同时防眩目，它只做一侧，因为多一个防眩目就要多一些成本嘛。像这样的省钱方式呢，蔚来确实是做不到的。像有些车企的高毛利通过这样抠的方式给抠出来，那蔚来确实抠不出来这么高的毛利吧。那作为消费者，我还是觉得两侧的后视镜防眩目还是挺重要的。你要搞单侧，那我就真的不买了啊。然后第5点呢，我还是想聊一聊蔚来 ES8 这台车的悬架表现，或者说底盘表现吧。前几天其实我有单独发过视频去说这个事儿。开过 ES8 之后，我会觉得我处在一种什么状态啊？就是过坎儿变得非常的快乐，就每次看到坎儿看到坡，我都想加油门，我想冲一下。这种实力是别的品牌所不会遇到的。以前你遇到一个坡，遇到一个坎儿，如果你的车的悬架不够好，如果你开的不是 ET7 吧，你可能都会讲你要轻一点让一下，或者防止自己什么后抛呀什么的，开别的品牌车。但是你开了 ET7 开了 ES8 之后，不要怕，不要怂，油门顶住就往前走。当然在安全的情况下，就这种状态，你会觉得车身过坎儿啊，这个起伏感，这个俯仰控制的非常好，就是这种东西也是一种驾驶的快乐，你知道吧？双腔空簧在 ES8 上的应用真的非常棒。当然了，双腔空簧也只是整个悬架底盘调节的一小部分而已。那非常重要的是，这是一个一体化的工程，包括空气弹簧，包括你车悬架结构的设定，甚至你防倾感粗细的调节，你的那个减震器里面每一个阀片大小都需要仔细的去设计去考量。还重要的是，你的软件得是个白盒子，未来的 RSS 是吧？整个底盘控制域是一个白盒子，是一个自研调教的。这种东西在 ES8 上真的让驾驶者变得非常的快乐，特别好，真的特别好。第6点呢，我想说座椅呢 ，ES8 座椅真的是特别舒服，而且可调节性很多。稍微有一点缺点吧，就是它的侧边，哇，这个调节的功能实在是太复杂了，按每个按钮都搞不清什么功能了。不仅有常规的这个水平方向的去按，垂直方向你还可以对这些按钮进行一些控制。我建议呢，大家搞不明白的时候跟我一样嘛，你使用屏幕去调整。当你看到车的中控显示屏上你的座椅的肩膀啊、头枕啊、头颈啊都可以进行调节的时候，这种快乐感，你会觉得哎呀，这个座椅真的好使啊！而且呢，吸风式的座椅通风的效率非常高。那未来的这个套座椅通风呢，在 ES6 上是要收费去选配的，9500块钱，之前被很多人所喷啊。但是这套东西真的跟别人的座椅通风不一样，在 ES8 上是标配的，效果可以说是卓群吧。在外面呢，车如果晒了很久之后呢，你当然可以先提前拿手机 app 去开个空调，让你上车的时候车就不那么热了，对吧？但是假如说你忘了，或者说你日常开车的时候就要开一个座椅通风，你可以使用这个热成像仪给大家看一看啊，就是开了座椅通风之后，这个座椅冷却下来的速度，这个冷却下来的效率真的特别特别高。很多品牌的座椅通风我知道它不是像蔚来这样吸风，它是吹风的。吹风呢主要俩问题，第一个它特别吵，噪音特别大，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效果真的没有蔚来这种吸风式好。这又是一个就是蔚来也叫座椅通风，别人也叫座椅通风，但是蔚来的体验就是比别人好，所以蔚来有的时候比较吃亏啊，就是他是一个很努力想做好东西的人，但是被别人用同样名字但是东西做的不那么好的给占了一些小便宜吧。然后第7点呢，就是整个车的玻璃可以变得特别干净。未来整个 NT2 之后呢，车的行车记录仪就可以靠车内的5路摄像头了，有前视、有后视、有侧视，甚至还有底盘角度的一个低视的这样的一个视角。整个记录仪不仅可以记录整个四周的状况，而且可以记录声音，而且可以记录当前的时速以及转向灯人的什么驾驶状态，非常全面。
跟传统的行车记录仪还要绕个线，顺着车窗走一片，插在点烟器那，跟他们说拜拜吧，再也不需要使用了。这种东西真的是吊打级的存在，这样的行车记录仪，这样的水平是外置行车记录仪不可能去做得到的。同时呢，蔚来内置了 ETC， 所以就导致了整个玻璃上可以特别干净，那个 3C 的标志也是可以撕掉，对不对？整个玻璃上什么都没有，这种感受对于我这样的强迫症患者觉得真的太舒服了。而且呢 ES8 的 ETC 呢，相比我那台 ET5 的又不一样了。ES8 ETC 呢单独做了开关按钮，这样哪怕我把车送来拖车，比如我要开车自驾去新疆，然后回来的时候让拖车送回来，对吧？我就可以从容的把 ETC 给关掉，避免了一些潜在的可能 ETC 会误收费。虽然误收费之后你去找收费站去申诉可以把钱退回来，但不是多了一件事嘛，就可以关掉，不是更省事儿嘛。而且呢，蔚来做了非常好用的一套守卫模式啊，这个守卫模式对于特斯拉来说叫哨兵吧，对于蔚来来说叫守卫，它做的非常好，非常灵敏，就是后视镜不管是折叠还是展开，都可以自动的去记录周边人靠近啊，或者一些重要的那个破坏，都可以自动的记录下来，然后在手机上有实时的提示。而且为了符合我国法律法规的要求，你在手机上远程看的时候，它会自动把别人的车牌、把别人的人像给打码啊。我知道有一些企业也上线了类似的功能啊，但是后来不是因为这个隐私的问题给下架了嘛，然后蔚来就通过自己的技术让这套东西合规合法了，这也是产品的一种技术的体现啊！就真的用了智能电动车之后再去看传统车，真的受不了，就满满的都是嫌弃。传统的燃油车可能对吧，烧油的车声音好听，真的像 V12缸的声音真的好听，像911我也买过发动机的那个声音对吧，好听。但是在这些最基础性的功能上，他们就是做不了嘛，就是这种啊，我觉得。为什么还要买燃油车？我现在的理解就是听个声音，听个响了。对，这种东西，时代在快速的往前走，电动车、智能电动车真的不一样。然后第8点呢，我想说蔚来很会这种车内氛围的渲染啊，车内的氛围渲染以及营造呢，其实是一门学问。比如说从你上车开始吧，蔚来所在乎的这种手放在门把手上，门把手自动弹开，对吧？然后你上车之后，车门关上，周边一片安静，这种东西都是很深入的仪式感的营造。而且蔚来这一次 ES8 的氛围灯，它是双色的，是可调节的，而且氛围灯从车辆点亮的时候也有一整套点亮的流程。不要说氛围灯这种东西不重要啊，你看看特斯拉，你看 Model 3，早些年有人跟我说什么座椅通风、氛围灯这些东西不重要，我们就要质朴，就要简单。你看新款的 Model 3不也把氛围灯、把座椅通风给加上了吗？哎呀，不要多说了。作为人，没有人不喜欢豪华，没有人不喜欢优雅，没有人不喜欢仪式感的，好吧？然后未来的氛围灯呢，有什么围炉夜话之类的一些模式啊，这些模式营造都很好，而且未来的香氛系统。每一台 NT2 车型其实都标配有香氛，未来的香氛虽然有点贵啊，90多块钱一支吧，在车商城有的卖，但是未来的香氛就是那种淡淡的、慢慢的弥散出来的味道，这种东西配合你的视觉、你的听觉、你的嗅觉，营造出来的车内的氛围感，再加上 ES8 是我前面说，我可能认为是未来最好的一台 NVH 的车。真的特别棒，你们一定要在试驾的时候去体验一下这样的感觉。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声音，我差点忘了。那蔚来呢是真的杜比全景声 7.1.4， 没有自研自创一些奇怪的标准，它有7个水平的通道，1个超低音，4个天空的方位，在10% THD 这样业界统一的标准下，ES8 的音响功率是2230瓦，这已经是非常强悍的功率了。如果随便标个峰值，未来可以标个3000瓦的，但那样没有意义。而且呢，未来还有授权的杜比全景声音源，并且未来有一个专门的团队运营一个沉浸声栏目。这个沉浸声，至少每周吧会更新大量好听的音乐。就是这个东西很重要，你有一个好的硬件设备，你必须要有好音源。这个音源怎么来？咱们不可能每个人都去 U 盘去下载，对不对？你需要通过在线流媒体的。很多品牌呢，它不维护那个音频源，把好的设备给它浪费掉了。未来是我用过的这些电动车企里面，硬件可能做的是最好的啊，然后整个软件的配套，整个东西做的是最棒的。从 NT2、ET7 第一台车上市到现在1年多的时间了，沉浸声那个栏目是一直在更新的。这一点非常非常难得，很多企业管卖不管用，你懂吧？它不更新，未来一直在持续的做这些东西。
第9点呢，就是未来车主们的感受很深啊，不是车主他根本理解不到，就是换电3分钟的换电是无敌的，3分钟换电是电动车的最佳补能体验，没有之一。换电呢就是3分钟，你要硬抬杠说换电什么要倒车什么的，那我就算上就4分多钟吧。但是你要这么聊的话，我就想跟你说一说充电了。充电你要不要倒车？倒车完之后你要下车吧，下车了之后夏天热不热，冬天冷不冷？有的充电桩那个环境不是很好，周围会不会有一股尿味儿，是吧？有的充电桩的那个脏的你都不想拿，好不容易你挑到一个稍微干净的，然后充电桩你把它插到车里之后，这时候你要去屏幕上你要扫码，你要付钱吧。好，你好不容易扫完码付完钱之后，车已经插到桩里，这时候你回到车里头，你要干什么？你要静静的盯着你的车的屏幕，等待这个充电桩能正常的充电。这个正常充电的握手时间，快的话半分钟，慢的话1-2分钟都不止。有你这个时间，我换电基本上都换好了。且不说这么一整套流程下来，到你真正开始充电的时候，你明明是一个标称有什么200千瓦的快充桩，结果一充怎么才30千瓦，怎么才40千瓦？然后你一看，哦，原来周边有别的车把你的车的功率给分走了。充电的体验怎么样，都是被换电所吊打的。未来的换电在 ES8 上，如果你使用100度，那就是3分钟500多公里；如果你使用75度，就是3分钟400公里，对吧？如果你是 ET7 的100度的话，你可以做到3分钟700公里。800伏的超充哪里能比啊？8000伏的超充来试试看，还差不多。顺便说一句啊，未来的800伏充电桩可能是车企里面见的也是最多的。而且我觉得有一些人最期待所谓800伏超充能实现比加油更有效率，能实现充电跟加油一样的体验。其实他们打心底里喜欢的是换电啊，因为他们所期待的所谓3分钟500公里3分钟700公里，甚至3分钟1000公里的体验，未来车主们已经用了好几年了啊。最喜欢充电的一批人，其实打心底里爱的是换电。第10个呢，未来的屏幕特别好。那整个未来 NT2 的车型从 ET7 开始就使用了非常好的屏幕。未来的中控屏呢是 OLED 的屏幕，你想这玩意儿得多贵啊？仪表盘呢是 Mini LED 的 HDR 屏幕，它们的好处是不需要遮光。你看未来的屏幕都是直接暴露在外面的，不需要嵌入仪表台，嵌入仪表台帮它遮个光，这样你才能看得清楚。为什么未来不需要遮光？因为那块屏幕的素质好，因为那台屏幕特别的明亮。这种东西都是要去花钱的，而且未来在后排给你做那个调节空调啊、调节座椅的那块小屏幕，它也是 Mini LED 的，就是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未来真的花了好多钱啊！而且 ES8 有这个巨大而且细腻的 HUD， 中控屏来负责导航，仪表盘负责显示 ESD， 然后呢 HUD 给你显示导航路径，给你显示车道，各司其职。这样的东西我觉得才是良好的体验，是一种立体化的体验，不能说为了成本咱们仪表盘就不要了。对，那买的便宜咱们得妥协，对不对？但 ES8 这样的车卖到这么贵了，这些东西有，我觉得很棒，非常好。好了，以上差不多就是我目前体验 ES8 作为一个车主真正的长期的开给出的10个优点。好像也不是很多，对吧？那个后面继续更新吧。然后呢，我们来说10个缺点啊。对，这个作为车主嘛，批评缺点是未来车主们非常正常的一件事儿，因为你的批评可以促进未来向前进。然后未来是一家用户企业，你做的一些批评，你做的一些要求，慢慢的都会成为这些车的一些特性。所以我觉得这一点这种交互能力是别的车企可能也很难做到的。首先第一点呢，我觉得未来的座椅，尤其是第2排座椅，它的控制有点缓慢。就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第2排座椅，你把座椅向后移吧，你的按钮摁下去的时候，可能要等待0.5秒，然后那个座椅才能开始向后移。这种东西是我个人来说其实不能接受的，它中间会存在一种迟滞。当年在 ES8 试驾的时候，我有问过这个事儿，当时给我的答复是，当时测试版的软件会慢。然后结果呢，现在车已经正式交付了吧？你不能还说是测试版的软件会慢嘛？就是你从你按下按钮到座椅开始调节这个是慢的。然后其次，第2排座椅我到底能调到多大的角度，我是不直观的。ES8 它是一台大型的 SUV， 如果我把座椅设置的非常非常躺的角度，第2排那我的座椅其实不能移到特别后面，就是我的后仰角度跟我的座椅的行程是有一些干涉的。那如果我的座椅相对垂直一些的话，我的座椅是可以移到更后面的，我的腿部空间可以变得特别特别的巨大。这中间呢，当然你可以自己通过反复的调整，但是我觉得在仪表屏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你要给我一个对应的比例关系图吧，不然我看不出来，是靠猜靠去实验，我觉得这种体验并不好的。再加上你每一次的移动还是有一些迟滞的，对不对？我觉得这个体验是要改的。
第二个呢，就是我本次选择的是通道版本，我没有选择行政版。我选择通道版的主要原因是我觉得那个冰箱我自己有一个外置的冰箱，所以我不需要那个小冰箱了。结果呢，通道版的座椅是比较宽大了，它也不是那种招财猫式的座椅，看着也比较舒服。结果呢，我放好我的安全座椅之后，我发现放完安全座椅再要系安全带这件事情变得很艰难，因为安全座椅本身比较宽大嘛，它就会跟座椅的这个扶手产生干涉，然后只留出一条非常细小的缝隙，让自己把安全带插进去变得不可能。然后对于这种情况呢，我的解决方法有两种。方法一呢，是你把整个座椅的安全带卡扣向外掰，然后把安全带从外面来系啊，这是一种方式，不优雅，很丑。第二种方式呢，是去淘宝上花几十块钱买一个安全带的延长扣。那理论上来说，符合3C 标准的延长扣呢，并不是什么大问题，对吧？但实际情况就是你在淘宝上你买不着，每一家都声称自己符合3C， 但是没有哪一家可以真正的提供3C。懂我的意思吗？就是所以这个东西存在一些的安全隐患，我就不做具体的产品推荐了，好吧？所以我觉得未来在做座椅的时候，尤其是这一台车用安全座椅是非常常见的情况，没有试验足够多的安全座椅，这是个败笔，非常严重的败笔啊！而且这种东西呢，是你在媒体试驾时候体验不到的。据我所知，好像没有哪家车企在做媒体试驾会的时候还会给媒体老师放一个安全座椅吧？没有，这个东西你得成为车主之后你才知道。第三点呢，就是没有后轮转向。哎呀，这么大的一台车，虽然反复强调说什么这个转向角度跟 ES6 也差不了太多，但是没有后轮转向就是让你的掉头，就是让你一些特定区域的挪车变得困难。真的不应该啊，这么大一台车，对不对？哪怕你再贵一点，后轮转向没有，挺遗憾的，对不对？然后第四个缺点呢是中控屏，依然我还是觉得应该使用横屏啊，横屏有利于看视频。虽然未来提供了 AR 眼镜，对吧？虽然那个 AR 眼镜的效果还可以，但是你有这么好的7.1.4的沉浸声，你有这么好的一套音频系统，我就想横着看电视，怎么了？为什么你非要给我一个竖屏呢？做得不好。第五个缺点呢是没有小桌板。哎呀，这个是在上车之前，我听到过一些小道消息，要说什么车商城准备后改。反正我车已经提车了，这个小桌板我也没看到后续新闻了。不管是行政还是生活，这么大的一台车，我觉得小桌板是一个非常基础性的需求问题。没有加，车在定义的时候，这些人你们是要好好反思一下的，好吧？然后第六个呢是车后备箱有一个12伏啊，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啊。这个12伏可以让我在未来车商城买的这个冰箱用上去。未来车商城那个冰箱真的挺棒的，2480块钱，然后容量又大，制冷效果又好。但是等你买回来之后，你发现另外一个问题，你想保持你锁车之后，你的冰箱依然有电的情况下，你需要打开车的离车不下电功能，并把离车不下电的时间设置的较长，这样才能获得好的体验。问题是在离车不下电的时候，车内的空调也打开了。你搞清楚一件事儿，我只想让后备箱的电源通电，我并不想要整车通电，整车的空调开着，好不好？所以这种东西没有想清楚啊，为什么把后面的12伏电源跟整个离车不下电做这种绑定呢？第7个缺点，如果你上车前直接去开后备箱，车是不通电的，后排的第3排座椅是降不下去的。你想象一个场景，我手里抱着一个自行车吧，然后我靠近了后排，我打开了后备箱，然后这时候呢，我需要把后备箱的2个座椅给它放倒，让我的自行车给它放进去。结果这时候我怎么按那个按钮，第3排座椅都不能放倒。我这时候需要把自行车再放到地上，然后随便拉开一扇车门，这个时候第3排才有电，我才能把座椅放倒。哎，朋友们，你们到底有没有真的开过车呀？还是说你们定义车的时候就在家里头想一想，靠键盘去定义？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场景了吧？为什么会出现这么愚蠢的设定呢？好好想想，看看能不能赶紧 OTA 把它改了，好吧？然后第8点呢，就是 ES8 的车门很重哦。虽然我知道这个车门很大，而且已经使用铝合金的了，非常典型的感觉就是我拉 ET7 或者 ET5 的车门，那个门把手几乎是不会被拉动的嘛。但拉 ES8 车门，那个门把手都会被拉动一点。然后我们家小朋友嫌这个门把手是重的，这个东西我还真不知道怎么样去更好的优化了。就是我个人觉得门很重，要不铰链上再想想办法。转向灯拨杆，我知道业界的主流趋势呢都是换上这种电子拨杆，对吧？我试过的很多车型这2年都在换。但是这个电子拨杆呢，就会存在一个就是轻拨的时候手感不够好
我知道你们说什么变道的时候轻拨一下，车自动闪闪一下不就过去了吗？但你们有没有想过，有一些场景，比如说你变道的时间就是要比较长的嘛，你就希望保持住这个转向灯杆，让它保持住不要动。这时候你重拨完了之后，你转向完了，然后转向灯杆没有正常的回去，你就要再拨一下让它回去。结果你回去那么一拨，拨中了，转向灯又拨到另外一侧去了，这不就傻了吗？对不对？当然我现在找到一个解决方案，比如说你打左转向灯，打完之后你想让它回，你再按一遍左转向灯，它也能关闭。但这样的话，整个这个操作模式不又跟我的习惯相抵触了吗？我个人还是非常喜欢以前那种关节感非常舒适的转向灯拨杆的。我觉得这种手感上的变化，虽然你说习惯就好吧，但我觉得差点意思。然后第10个说一个通用的事儿吧，我觉得未来整体上干活是有一点拖沓的。本人呢，作为消费者，其实讨厌一切程度的延迟。我觉得所有的事情说到就应该做到，就应该按时走，不管是你的 OTA 版本发布的日期，还是产品上线的时间，所有的东西都必须要准时。这就像造产品一样，有公差，你知道吧？你这里的公差大一点，那里的公差也大一点，最后累积的一个公差老大的，消费者的体验就非常非常差了。就一定要每一件事情都要尽可能的按照自己预期去做，不要延迟，真的不要延迟。最近有一些OTA 的版本，我知道发生了一些延迟，就会不爽，就会让用户不快乐、不开心。每个季度有那么高的研发费用，未来有那么多的人，在大家都在裁员，在这么紧张的环境之下，那未来保持住了不裁员，对吧？未来保持住了这么高强度的研发，那大家的效率就还是要提高的。作为消费者，我的感觉就是这样的，好吧？那好了，这就是本期懂爱买的视频，关于我的这台 ES8 10个优点，10个缺点。当然了，这个提车发这么一期视频远远不是终点吧？作为消费者，一台车最起码我要使用1年多吧，我尽量对吧？所以还是会很深入的去跟大家后续再做一做视频聊一聊。最后呢，还是老规矩，这个车怎么样，车好不好，也不能只光看我的视频去，对吧？去云体验，还是应该自己去预约、去试驾、去体验一下未来到底造车怎么样。那老规矩呢，我的试驾二维码在这里啊。那如果使用我的二维码来试驾最终购买的话，我们2个都可以获得未来的12000未来积分，在未来车商城可以当钱来花吧。好，这是本期懂买视频，希望你能喜欢。如果对我视频感兴趣，不要忘记评论双订阅懂买的头条、B 站、微博及 YouTube 都有自己的账号。我们下期再见，拜拜。